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我们遵义的仙人山上哈。大家有没有看到我身后这个山脉上有2栋别墅？这是2兄弟出门啊发了财，回来建了2栋别墅啊。这个地方环境简直太漂亮了！有没有看到后面装了3把大风扇？这个整个仙人山上是做的风力发电，非常的漂亮。这儿的海拔呢是1300多，顶上呢可能达到1500-1600，所以特别凉快的一个地方哈。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环境嘛，太羡慕了。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泰啊。现在呢，我在遵义市汇川区三盆镇的建坝村，在这个大山上边哈。然后这个地方呢叫山长水就是这个山的山腰呢有一个洞穴哈。这个洞穴呢很神奇，每天呢它不定时涨水3次，所以好多人都跑这儿来看哈。然后我来过3次。只有1次看到水出来，每次都守4-5个小时。昨天和前天呢都涨洪水了，然后这个河里边的河水呢都是浑浊的。那么整个山呢，很多山形都涨水了。所以说呢，今天我就再次的造访，看一看这个在涨洪水的这个季节，它这个水是不是更容易出来一点哈？看看今天能不能看到出来。还有一个呢，我就是看看它这个水是不是比平时要大很多。专门过来再看一看，也让大家呢再次的见证一下这一奇观哈。这个洞穴呢就在这个下边，我在这个上边都听到有水声，是不是已经长出来了？我赶紧跑过去看一下。嘿嘿嘿，哇，这个位置都涨水了。哎呀，刚刚涨过水，听到这个声音没有？刚刚涨过水，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能守出来啊？才下去这个水，当然这个因为涨洪水嘛，有可能再守一下啊。那么大家可以看看啊，就是这个洞穴，这个水呢，我们来的不凑巧啊。刚刚到这儿呢，它正好已经长出来长完过了。那么现在呢是我看一下时间，10点钟整啊。按理说的话，应该可能等个2-3个小时还会长出来的。我们就在这儿等吧，看看今天能不能等出来啊。后面的山呢是这个形状的，这个水呢就从这会儿这个洞长出来。大家看看这个水，刚刚我10点钟来的时候，刚刚下去，然后才过半个小时，我到那边一放无人机，然后飞到这里来，突然发现水已经来了。
看到没有，在涨洪水的时候来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啊，一下子才隔半个小时，这个水又一次冒出来了。刚刚大家看得很清楚的呀，这个地方是没有水的，对吧？看这个又刚冒出来，所以它这个山涨水的这个位置啊，就是如果说涨洪水的话，它每天会出来很多次的，不止3次啊。如果在不涨洪水的时候的话，一般来说大概是3次，但在涨水的季节的话就不止3次啊。然后我无人机还在天上飞着呢，哈哈哈哈。然后我手机也没有链接，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掉下来哈。这边这个水这么大，然后上边呢也来水了，我给大家看看，看到没有？这个地方也来水了，刚刚是没有水的，对吧？所以还是特别的神奇的啊。这个涨洪水的时候，这个水就特别的大，看到吧？如果说是朋友们想到这儿来看山涨水呢，大家现在就找到机会了哈，就是在这个涨洪水的这个季节，就是说正好昨天前天夜里下雨呀，这个山里涨洪水了，那么大家就到这儿来看啊，100%能看到，可能是1个小时、2个小时就出来一次。朋友们，这个水已经下去了啊，看到没有？它这个里边会有很大的这个响声，要下去的时候，听到没有？嘣嘣嘣嘣的，包括出来的时候也是会有这么大的响声的。这个水要回去，它是因为这个洞是从下边上来的，所以它整个水要沉下去都要很久，也就是说响都要响好几分钟，它才这个水才沉得下去。沉下去之后呢，下一波满的时候它又出来，知道吧？朋友们，大家觉得神奇吗？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们想到这儿来看这个山涨水这个奇迹的话，就是要在涨水的季节来，就比较容易看到。那么，我刚才已经说了，我10点钟到这里，10点半就出来了啊，就是我10点钟到这里的时候刚好下去嘛，然后10点半的时候又出来了，所以就等了半个小时。那么如果说是不下雨的这种天气的话，那么它每天大部分出来的只有3次啊，所以很难守到。那么涨水的时候呢，就你看隔这么一点点时间就出来了，这是我来给大家见证的。我不想让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结束，那么我再在这里守1个小时吧，等它下一次出来，给大家一个完美的开始，好不好？从水出来到这个水最鼎盛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视频就结束了，好吧，朋友们。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我们遵义的仙人山上哈。大家有没有看到我身后这个山脉上有2栋别墅？这是2兄弟出门发了财，回来建了2栋别墅啊。这个地方环境简直太漂亮了，有没有看到后面装了3把大风扇？这个整个仙人山上是做的风力发电，非常的漂亮。这儿的海拔呢是1300多，顶上呢可能达到1500-1600，所以特别凉快的一个地方哈。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环境嘛，太羡慕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泰啊。现在呢，我在遵义市汇川区三盆镇的建坝村，在这个大山上边哈。然后这个地方呢叫山长水就是这个山的山腰呢有一个洞穴哈。这个洞穴呢很神奇，每天呢它不定时涨水3次，所以好多人都跑这儿来看哈。然后我来过3次。只有1次看到水出来，每次都守4、5个小时。昨天和前天呢都涨洪水了，然后这个河里边的河水呢都是浑浊的。那么整个山呢，很多山形都涨水了。所以说呢，今天我就再次的造访，看一看这个在涨洪水的这个季节，它这个水是不是更容易出来一点哈？看看今天能不能看到出来。还有一个呢，我就是看看它这个水是不是比平时要大很多。专门过来再看一看，也让大家呢再次的见证一下这一奇观哈。这个洞穴呢就在这个下边，我在这个上边都听到有水声，是不是已经长出来了？我赶紧跑过去看一下。嘿嘿嘿，哇，这个位置都涨水了。哎呀，刚刚涨过水，听到这个声音没有？刚刚涨过水，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能守出来啊？才下去这个水，当然这个因为涨洪水嘛，有可能再守一下啊。那么大家可以看看啊，就是这个洞穴，这个水呢，我们来的不凑巧啊。刚刚到这儿呢，它正好已经长出来、长完过了。那么现在呢是，我看一下时间，10点钟整啊。按理说的话，应该可能等个2、3个小时，还会长出来的。我们就在这儿等吧，看看今天能不能等出来啊。后面的山呢是这个形状的，这个水呢就从这会儿这个洞长出来。大家看看这个水，刚刚我10点钟来的时候，刚刚下去，然后才过半个小时，我到那边一放无人机，然后飞到这里来，突然发现水已经来了。看到没有，在涨洪水的时候来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啊，一下子才隔半个小时，这个水又一次冒出来了。刚刚大家看得很清楚的呀，这个地方是没有水的，对吧？看这个又刚冒出来，所以它这个山涨水的这个位置啊，就是如果说涨洪水的话，它每天会出来很多次的，不止3次啊。如果在不涨洪水的时候的话，一般来说大概是3次，但在涨水的季节的话就不止3次啊。然后我无人机还在天上飞着呢，哈哈哈哈，然后我手机也没有链接，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掉下来哈。这边这个水这么大，然后上边呢也来水了，我给大家看看，看到没有？这个地方也来水了，刚刚是没有水的，对吧？所以还是特别的神奇的啊。这个涨洪水的时候，这个水就特别的大，看到吧？如果说是朋友们想到这儿来看山涨水呢，大家现在就找到机会了哈，就是在这个涨洪水的这个季节，就是说正好昨天前天夜里下雨呀，这个山里涨洪水了，那么大家就到这儿来看啊，100%能看到，可能是1个小时、2个小时就出来一次。
朋友们，这个水已经下去了啊，看到没有？它这个里边会有很大的这个响声，要下去的时候，听到没有？嘣嘣嘣嘣的，包括出来的时候也是会有这么大的响声的。这个水要回去，它是因为这个洞是从下边上来的，所以它整个水要沉下去都要很久，也就是说响都要响好几分钟，它才这个水才沉得下去。沉下去之后呢，下一波满的时候它又出来，知道吧？朋友们，大家觉得神奇吗？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们想到这儿来看这个山涨水这个奇迹的话，就是要在涨水的季节来，就比较容易看到。那么，我刚才已经说了，我10点钟到这里，10点半就出来了，就是我10点钟到这里的时候刚好下去嘛，然后10点半的时候又出来了，所以就等了半个小时。那么如果说是不下雨的这种天气的话，那么它每天大部分出来的只有3次啊，所以很难守到。那么，涨水的时候呢，就你看隔这么一点点时间就出来了，这是我来给大家见证的。我不想让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结束，那么我再在这里守1个小时吧，等它下一次出来，给大家一个完美的开始，好不好？从水出来到这个水最鼎盛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视频就结束了，好吧，朋友们。以为自己够洒脱，却逃不开这命运的曲折。有时觉得很脆弱，忽然发现没人可以诉说。心早已不愿漂泊，却注定没了奢求的资格。多少深夜独自难过，反复重播着这首歌。初闻不知曲中意，暂停已是曲中人。谁是谁非爱与恨，满身的伤痕。昔日浪漫的回忆，如今早已变陌生。只愿老天太弄人，坎坷的红尘。心早已不愿漂泊，却注定没了奢求的资格。多少深夜独自难过，反复重播着这首歌。初闻不知曲中意，暂停已是曲中人。谁是谁非爱与恨，满身的伤痕。大家好，刚刚我在对面飞航拍的时候发现这个上面有一个山洞，洞里面呢还住有一户人家，好像看到还有一个年轻人在那端着碗吃饭。走，咱们上去探访一下。就在前面这里大家看一下，住在这个岩洞的位置的，然后这里有个停车位，车子停一下。
吃饭没有？正在吃。你这个位置还矮哟，坐在这个矮矮脚脚。哎呦，你看起还年轻的嘛？年轻。我不抽，谢谢。40多哈。你这个房子搞在这里好久了啊？我一直都在这儿。一直都在这里。生长的。你在这儿生长的？你也干了？他们我姐姐嘛，他们嫁出去了。哦，这父亲过世了嘛，就是我。土墙的话是以前你父辈他们整的。以前他们整的。以前种这个的土墙，那因为修公路，我们在城里面去，要出去打工去了嘛。他们因为有个时候没人负责了，他们就把墙就整公路去。我回来，我钱也没找到，我就回来就只有看来这3多去。你出去好年了吧？接近40。那你哪个时候回来的？2014年回。就说14年之前的10多年都在外面。都在外面。那你14年回来就住这儿呢？啊。你也干了吗？我一个人。媳妇呢？媳妇嘛，看了我没得嘛，走了。有个小孩嘛，小孩现在我也喊我小孩嘛，让我姐姐教我姐姐看了我没办法的嘛，我姐姐帮我抚养。媳妇儿来看到这里，条件太差了，然后跑去了。就走了。等于带个娃儿，娃儿跟着你姐姐。你没出去噻？没有出去。哦。都一直就在这里面。电也没得，我们这个。那你这个电影没得，你用太阳能啦？你这是太阳能的嘛？就用太阳能来造电。那你为啥没电的哟？父亲那个时候嘛，有点稍微有顾嘛，60个意思哦，就说就没顾问这个电。我们一直来城里面租房子那个时候，我们还小嘛，租房子嘛，我就没顾问那个电的问题。噻，后来这个老公改造嘛，我们也没顾了，因为我那个时候嘛，年轻时候就只晓得玩。只晓得那个嘛，就说成熟的晚一点哦。我们那个时候嘛，成熟的晚一点嘛，就没想到这后面这造些过就知道的是没想到。城里面没得房子的呀？没得。我现在是找10块钱用10块钱，有时候还自己的小孩嘛，虽然是带我姐姐教嘛有个女孩子嘛，我不是女孩子嘛带我姐姐教嘛，还是有时候不管多多少少嘛，让老弟跟了。你小孩好大的啊？现在有？都10多岁了。反正一直跟着你姐姐。确实，跟到你这儿你没法住的呀。是的，有个时候又是个女孩子，二么崩溃，弄子硬来，不是你两父子过，那个女孩子又不一样，一天天她又大了。对，带读书没得呀？带读书。要带读书就好。带读书。那你就要出去找点钱，好好的把它供下来，对吧？女孩子要好好的供啊。我那天出去，我今年在爷爷的时候，我都出去来，我都都还是找了1万多块钱，我拿点账嘛，拿点账嘛就找点账，找点钱还账里头，还我贷款去。你出去打工啷回钱贷款啊？哎呀，太阳照个停，我出去厂里面手机被盗了，没手机的，我好像有时候打电话有个不方便哦。我有个四川的有个老乡，有个女孩子不，四川的有个老乡不，他说他来卖手机了。他就说喊我以前嘛没有带那个分期付款就嘛就不行那个身份证上面无一个。我又给妈我就给拿了，我又给带，我又拿了个手机，拿了手机嘛4000多块钱，他又是那个到了我4000嘛我又没还上，把我叫上我就欠起了。后来那边厂头不，工资一厂里面工资一斤都不发，几个月都没有发工资，那个时候，几个月没发工资嘛，我没办法的，我就只有自动离职，我2、3个都自动离职了。我厂头嘛，当官的就舍不得我走，因为我喷漆的技术交际厂的年轻的大师傅。
就在家具厂喷那个家具的漆。哎，面漆。哦。就是我本来出国要去我原来弄来。我技术。要把我这个身体伤害了不？我本来一直来选择那里喷家具，就是现在我每年我都会到来，现在我肺越来越严重。就是肺上有问题啊？哎，就是喷那个漆造的。哎，就是喷那个漆造的10多年了，因为时间太长了。时间太长了，我就没办法了，所以说现在精神上面、哪方面都很差。我说唱点造我听的，是我医生。那你现在啷个办呢？接下来？现在我又只有走一步算一步。走一步算一步。能就是说能好身体能支持的效的，我都去上山砍点亚布竹子来卖。砍点竹子来卖。能出去打工的我都要去，我都想去。那你现在下重的那些行不行啊？下很重不得行，但是一般的重还是可以的。就是肺部不是很好。精神很差了。然后手有时木的，倒不是完全没知觉哈，好像都是麻木的，手脚都是带的麻木。你晓得天麻不？天麻。你晓得天麻哈？我车子里有天麻，我拿点给你。真的。你把你的盆盆拿过来哇！你把你的盆盆拿过来，我拿点天麻给你。这个哥们儿正好他手脚有一点这个问题，我车子里面正好带有天麻，我给他一点。我正好带的有，我拿点给你，你可以砍点肉来炖来吃，可以买点那个排骨啦，或者你周边这些那家有鸡啊，你可以搞点来，把这个炖在一起吃。你把盆盆拿过来吧。你一个人的话，我给你多拿点。只连天麻那有三斤多了，3斤多4斤了。你拿来炖的时候，那你一炖半斤就行了，你可以炖好几次啊。啊，你炖2个都可以啊。你一个人的半个月都够吃了。啊，你半个月之内把它吃完，2天测试2天测试你都够了。你直接拿个塑料袋把它装起来放在2天挨裹就行了，它就可以了。不用感谢。那我都不耍了，走了。加油，把身体搞好，然后出去赚点钱。有机会了还可以谈个媳妇儿，然后主要是把娃儿这个供起来。这个人生这几十年真的不容易。对。能有一分钱我都让小孩，是因为是自己的。你不要去想，我跟你唱嘛哈，我感觉你是很聪明的人，就是不要去想很多不公平的事，或者说消极的东西，你就是加油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好，然后该出去打工，该赚钱，把娃儿供起来，然后还有很多的机会，因为才40岁多点儿，年纪还轻，是不是？加油！那我先走了哈。大家好，我是阿泰。这一站贵州，我要带大家去10千泡冬季温泉，据说非常的舒服。走，跟我一起去感受一下。眼前这片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的地方叫狮场寨，位于贵州10千县花桥镇。据说呀，这是一个老人长寿的村寨，而长寿的秘密呢，跟他们经常泡温泉有关。这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村寨啊，在这个寨中我们可以看到好多的这个木房子哦。这边有个老人家，找他聊2句。吃饭没啊，老人家？吃饭没得呀？吃了。吃了。吃了。来问下你们这边那个温泉呐？温泉啊？走里头了。走里头去是吧？哦，走里头，这是可以的啊，就跟到马路里去啊。你啷个没去泡温泉呢？哪个？我说你啷个没去泡温泉呢？我是天天去的，我干去泡温泉。隔天嘛去。我最近这手指有点痛，天天去烫好了，没事了。哦，你好大年纪的？我不是啊。啊。我73了。73了。
看起你硬扎得很呐。然后说他说姑子说话就坦白。啊。这个是哎，你再来嘛，你要如果说我做起来，你可以死了就是死的了。我不能当我主角啊，身体一般的，身体没事哈。跟经常泡温泉还是有关系哈。身体好的话。有好处啊。有好处哈。哦。这个地方的环境是真的好啊，在子面前就是一条宽宽的河，这条河呢叫做凯霞河啊。我们要去的温泉呢，就是顺着这条河往上游走，在这个峡谷内部。我的这个膝盖呢也是发热，一直不好啊。我们也到温泉那儿呢，正好去体验一下。这个下边呢就是温泉，因为只有一个泉眼和池子，所以这里有一个关于男女分开洗澡的时间表。不过呀，村民大多不按这个时间来，而是采取先到先洗的方式。这个是一拨人洗了之后，又要把这个清洗一下，是吧？再换水。啊，哇，这个水最少有个45、6度吧？你们这个村里的人有福啊，天天在这里泡温泉。这个水是不是你们几时以来就是那么高的温度啊？可能昨天下了大雨，今天的下雨烫得很。我跟热水一闪，烫。哦。涨水了反而还要烫脸。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温泉真的不是开玩笑的，特别烫。然后我现在准备在这里烫一下我的膝盖，我感觉我有点吃不消，太烫了，50度可能差不多，50度。这个温泉泡的是真的舒服，不跟大家开玩笑。还有就是在涨水的时候的话，它这个里面的水会很大，而且也会更烫。说起来，温泉的形成也是令人惊叹不已啊！数万年的天然热能储存在这片土地下，地表深处的放射性元素衰变时，释放出了巨大的热量，加热了这些矿泉水。造就了10千得天独厚的地热温泉文化。正所谓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在石阡县的10里8乡中啊，有20多处温泉。如果你喜欢泡天然温泉，不妨来石阡泡一泡吧。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贵州赤水的深山里，在我身后这个山上啊，有一个水帘洞，这个洞中呢住着2位70岁的老人家。哇，这个环境是非常的漂亮。走，大家跟我一起上去探访一下。要上到这个水帘洞呢，要穿过这一片竹林啊，这些石梯呢也是他们一步一步的安上去的啊。当时安装这个石梯的时候也是挺费劲的吧？你们看这个步梯吧，这么陡峭，这种环境是不是大家特别喜欢的？有竹林，就是这个楼梯真的是难爬呀，朋友们。这个地方呢，我是第2次来了，但是我要跟你们说，不管第几次来啊，这个地方都会给你非常新鲜的这种感觉，因为真的是太漂亮了。现在咱们已经到了这个水帘洞的位置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里面还是非常宽大的哦，看到没有？这里就是从上面流下来的水帘，所以我们把这个地方称之为水帘洞啊。这边它放了很多的竹竿啊，可能是冬天烧火呀什么的用的。大家可以看，这里还喂了过年要杀的肥猪啊。这个地方呢，相对来说比较低矮一点吧，大概是2米多。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从这里步行过来啊，它这个地方外面是没有这个栏杆的，感觉还是有点危险的。然后这外面的话有2、3米高，但是这里的话，我可能就要扛着啊，这样才能走得过去。因为这个地方呢，只有大概1米6、7的这么一个距离。这边呢，就是他们居住的房子，当然这边呢是有栏杆的哈，居住的地方是有栏杆的，只是这个过来这个通道呢，这个边上没有做栏杆。这个叔叔阿姨是非常的勤劳的啊，洞穴里面堆了很多的木材啊，烧火煮猪食用的。
哇，这个地方真的是很漂亮。你们的腊肉我今天上回来，这里还有腊肉了。吃完了哈。哦，朋友们，今天在这个水帘洞人家啊，在叔叔人家这里吃饭，现在正在炒菜。这边就是他们家的厨房，给大家看一下。大家不是说会不会压抑？不会的啊，这地方以前吊的是腊肉。这里是内檐，那外檐的高度有3、4米啊，所以说很大的空间啊，不存在压抑的问题。这个外面呢就是水帘洞，有人不知道住在这里什么感觉啊？住在这里一出门的话就是水帘，是吧？很舒服的地方。这个厨房也特别宽大。要吃饭了已经。我不喝酒，不喝酒。你要吃酒啊？你天3点你要吃？今天跑到这里来吃饭来了。人家吃完了，没吃完，那就吃完了哈。你待会儿跟我联络下，看我拿瓶酒给你们。我有酒啊。哎，你不吃要有酒。有酒。我叔叔讲的也是过了年之后，等天气好了，我在这里做个锅包烟。让你不能熬上。喊几个人也入来，做他个锅包烟，然后在那搭帐篷，是吧？你不能熬到这边的。你们四弟兄啊，他们几个在拿这儿搬出去了啊？搬出去好久了啊？有些10几年了，有些。这个也有20年了。都20年了哈。我们都搬到这边河坝头，那些按修公路他们占上了，我们在这边亏10公路。他修公路啊，那个修公路把房子占了，赔你们好钱嘛？赔到赔满，赔到遭遇了一口。赔了又该买房子了哈。他们在这边给拿几口。哦。到土地的话有40几万。土地也好，房子也好，40几万。正好买房子，买了他都还可以剩点哈。不要等他们落水平。我顺那儿土豆了。最起码对于你们2个来说嘛，现在没得负担的了噻，是不是嘛？我们没负担的，那天就让人在这里休闲的，在这里耍就行了。没得自个儿做不得算。我跟这个叔叔阿姨商量了一下哈，过了年到这个天气好了之后，然后我准备叫个3、5好友的，在这个地方来隐居个个把月。有没有朋友想跟我一起的？报名哦，到时候我们在这里搭个帐篷，对吧？然后跟他们在这里一起体验一下这个水帘洞中生活怎么样？有很多朋友比较好奇，说这个地方居住合不合法？我告诉你们吧。人家已经住了5代人啊，100多年的时间，你们说呢？对吧？而且这个叔叔呢，他们是4兄弟，相当于以前最开始的时候，这里面是有4兄弟的，然后后来陆陆续续的全部搬走了，然后其他的3兄弟呢是分布在这个周边，然后他们呢其实也是住在河边去了，但是后来修公路的时候呢，就把他们的房屋给占了，所以说呢，他们又回到这个山洞居住，然后小的呢就去赤水买房子住在赤水里面了。居住在这个地方真的是感觉那种仙境一般，能够欣赏到前面的这种非常漂亮的山水，下方呢就是赤水河。最重要的是这个门前呢就有一挂水帘瀑布流下来，栩栩如生，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美妙啊。尤其是在夏季的时候，这个水稍微再大一点的时候，可能有10来米宽的这个位置都是一个水帘流下来，非常的美。这是叔叔家喂的一个小狗啊，
我感觉我来这里一会儿都跟他比较熟了。这个叔叔家养了现在有4、5只猫，都类似于野猫一样的，是那种狸花猫啊，非常漂亮，非常聪明的那种。你们有喜欢养猫的，到时候我可以帮你们带一只啊。我跟大家讲，那边的话就是叔叔阿姨住的地方，这一间的话就是厨房。然后他这边有一间房子，有2间房子啊，里面呢是有2张床。我的意思呢，到时候我来隐居就住这里啊。正好这里的话可以看到门前的这个水帘，就是洞门口的这个水帘。假如说有人想跟我一起来隐居在这个水帘洞的，大家可以报名啊，到时候跟我一起到这里来隐居。等今年过完年之后，明年夏天的时候怎么样？今天不在这里待太久了啊，在叔叔家把饭也吃了，然后我让他跟我一起到下面去，我车子里面装有天麻嘛，给他一点天麻，然后他们到时候拿来杀猪的时候炖猪肉吃。这酒拿一瓶给你，这个酒一直好酒哎，再给你搞点天麻。做车子。哦。在哪里？好了，再拿几个，再拿几个。好了，没事，再拿2个。这好玩的。我带起有用，带起有用的。现在那你慢慢的去啊，我就回去了，过2年再来，你再说。那你慢点喽。这个地方真的是山川秀丽，景色宜人，空气清新，鸟语花香。在这个荒山野岭的山梁上，竟然发现有一个寨门，这个寨门到底是干什么的呢？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贵州和四川的交界处，我站的位置呢是贵州习水县三岔河镇的天水池村。翻过这一片山呢，对面就是四川。这个山顶上啊，有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观，山上冒出来一个石笋，酷似一个石头人。那今天呢，阿泰就带大家一起进山去一探究竟。这个峡谷里面还真是漂亮啊！我现在已经在走步行小道进山了，从这个峡谷进来的。刚刚进来的时候啊，就碰到他们施工的一个开车的，他跟我说车开不进来，结果我走进来才发现车是可以开进来的。然后路上遇到他，他说这里面不让拍照，我估计他们是在开发旅游吧。这一路进来啊，我跟大家说，有起码5、6个地方啊，就是顺着峡谷进来，大概2公里多的一个路程。有5、6个地方，它的那个地貌就类似于赤水的那个佛光岩瀑布的那种形状，有5、6个地方。如果说在夏季的时候，丰水期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些地貌的上方都会有水流下来，非常的漂亮哈。所以我建议大家在5、6月的时候啊，真的可以走这条峡谷来看一看，绝对会很壮观。走了2、3公里的峡谷，还要走这样的羊肠小道，我不知道还要走多一会儿才能看到那个石笋柱啊。往往这种比较稀奇古怪、奇特的景观呢，都是在大山深处。哇！已经看到了。不过这里有点远，看到没有？这个山顶上看到没有？这还真是一条茶马古道啊！想必在几十年前，云贵2省的百姓主要来往的一个通道啊！要爬这一座高山，我现在才爬到一半。对于这个地方交界的2省百姓来说，这哪里是通道啊？这明明就是过去几十年的记忆啊！这种
峡谷里面的这种小水滴啊，真的是非常的美妙啊！还要继续走啊！对，这条路噻，你们以前一直都走这条路啊？你们是属于这边是属于贵州的嘛？天水池啊，那边属于四川。对，你们两边都有很多都有亲戚哈。哦，对，这条路应该是走了好几十年的。100年了。我觉得以前的人真的是有恒心、有耐心，像这些石梯步，都是100年前就已经弄好的。多少人踩踏过？看一下，这个表面都是踩的这种光秃秃的。你想象我们人过去只能踩一下，这要多少个脚步的踩踏，才会形成这种光秃秃的这种石头面？这是祖祖辈辈好多代人长期走的一条古道啊！哇，这个地方竟然有一个寨门，我的天！哇，这个寨门应该是修建于上100年前了，正好是拦在这个山梁之上，而且修得非常的厚啊！大家来看一下，修了100多年了，而且没有任何的变形，这个修得相当的好啊！这个寨门它是修建在这个荒郊野岭的，正好在这一个山梁上。那么它的用途是干什么的呢？因为以前这个土匪猖獗嘛，修这一个寨门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挡土匪。这个是2省交界的地方，相对来说比较靠边嘛，管理上也比较薄弱，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经常发现这种抢人抢劫的事件。然后再后来呢，这个当地的老百姓呢，就在这个地方修筑了这一个寨门，上边呢还有设有哨岗，这就是这个寨门的一个历史啊。所以在这些石头上面，处处都记录了这个远古时代的这些历史印记啊。这就是云贵2省的边界，下方是寨门，这边属于四川，看一下，都是荒郊野岭。然后这边属于贵州，同样是荒郊野岭啊。从这个寨门这儿上去呢，就会到达我们最终的目的地，那个石头人的位置啊。哇，今天走到这里来，走了1个多小时啊，朋友们，大概接近于4公里多、5公里的一个路程，而且是爬山、爬山再爬山。以前的人是真有恒心啊，在这个相当于垂直的石板上，用站子打了这么多的石梯。哇，到了！哇，就是这个石笋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山巅上的这个石笋啊，真的是非常奇特。我们看到这里就是一个山梁，而且它下方的这个石头，这个石头上面呢刻了好多的字，这些是哪些人来刻的？这也有可能是远古时代的人刻的，因为这个字的印记啊，都已经是很光滑了。哇，我现在正好坐在这个云贵交界的这个山梁上，前方这儿大家看到就是这个石竹笋，非常的震撼。因为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整个石头的下方是都比较光滑的，然后正好在这个位置，哇，真的是剑指苍穹，剑指蓝天，非常的震撼。它是怎么形成的，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哈。然后我们走近一点再看一下，这儿要特别小心，因为两边都是悬崖峭壁。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些地方呢都有缝隙的，这个石头，对吧？然后
这儿呢还有人走上去，这些又刻了好多好多的字，这个都是很多人到这个地方来留下到此一游的这个印记吧。连那个上面都还刻有字，这些人干嘛呢？就在这里刻字。再看一下这边，其实这层石头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是摇摇欲坠了，对吗？这里有很宽的一个缝隙，包括这些地方，包括上面那些地方都有很多的缝隙啊。朋友们，这个视角太震撼了哈！有没有感觉？有没有感觉？我宣布说，你们有没有感觉？是不是像一个原始人的一个头部？看到没有？前边张开的嘴巴，然后鼻子里面还有鼻毛长出来，还有眼睛，对不对？眉骨也很高，头上还带有一个什么东西，对吧？就是一个远古时代的猿人，非常的形象啊。然后有点驼背，对吧？太像了，有没有朋友们？这个视角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视角啊，因为刚才我转了一圈我都没发现，现在我才发现这个视角太牛了。有时候啊，我们真的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就像我身后的这个石柱笋，它屹立在这个山梁之上，对吧？两边都是悬崖峭壁，正好这个地方呢冒出来一棵20多米高的这个石柱笋，它的形成过程呢可能也非常的奇妙。因为大家知道，咱们贵州在亿万年前其实是海底世界，对吗？在远古时代水下的时候呢，这些地方可能就有暗流啊什么的，慢慢的就把这个石头呢进行剥蚀，对吧？进行剥离。那在亿万年前呢，这个海底冒出来，形成了现在的这个高山峡谷。那么这个石柱笋所在的位置呢，在山梁上。那它又经历过数千万年的这种风吹雨打、日晒雨淋，不断的慢慢的剥蚀呢，就形成了今天这么绝美的奇观，对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在这个大山上啊，发现有一独户人家，环境位置都非常好。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一户人家居住在半山腰，那么绕着它的周围给大家看一圈，门前呢有一片竹林啊，整个居住的位置很平坦啊，对面呢都是群山环绕啊，视野是非常的开阔。我们再来看这个房子的右边呢，有山脉围住，左边呢
也是有一条山脉，那房子呢居住在中间的这个山脉，而且前方呢有2个驼峰，所以这个整个地理位置也是非常好，而且是非常隐蔽的啊。你在别的地方你是看不到居住的这个房子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环境啊，从刚才的这个山口啊，沿着这条毛公路过来啊，通过下方这里呢，再过一个山头就能够到达房子居住的位置。整个房子后面呢都是延绵的高山啊，没有人居住，最少也有上万亩的荒山。这是我们从房子身后拍摄的一段航拍，看一下这个位置，真的是令人羡慕呀。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整体位置。现在镜头下方的是一个红色旅游区，穿过这一片 S 型的公路，到了这个山口，咱们再沿着这条毛公路向前行，大概呢2公里左右啊，就可以到达我们这户人家居住的位置。主要我们看这户人家的身后，看到没有，延绵不绝的这个高山，最起码是几万亩的这个荒山森林。哇，这个地方真的是太漂亮了，不发展避暑康养的话，都有点对不起这么好的资源，大家说是不是？这个视角是我们房子后面的高山，有很多朋友可能担心这个水源的问题。当你们看到身后这么延绵不绝、这么厚的这个山体，你还担心水源吗？这些凹陷的地方有几百亩的土地，完全是不缺水的，所以这个地方啊，真的是可以打造这种生态山庄啊、避暑啊、养老啊、康养啊等等很多项目都非常合适。我相信很多人梦寐以求、想要寻找的那种地方，应该就是这里吧。对于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资源、这么好的条件，你们觉得适合做什么样的项目呢？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12月15号，我身后这条仁遵新高速呢就正式通车了。原来啊，从遵义到仁怀有70-80公里，需要1个半小时的车程。这条新高速通车之后呢，只有50多公里。那么现在从遵义到仁怀走这条新高速呢，只要半个小时呢就能够到达。至此呢，遵义到仁怀呀，实现了双高速的通道啊，来回非常的便捷。因为现在呢，咱们的这个导航上呢还看不到这条高速啊，所以说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从遵义这边是怎么上的。遵义这边呢，就从中庄上高速，然后往这个高桥方向，中间呢经过这个桃溪互通那里呢，就可以上这条高速。那么这条高速路的编号呢是 G4215，整条高速呢是双向6车道啊，所以说非常的宽敞。它的限速呢是120公里啊，隧道的限速呢也是100。那么这样呢，咱们在开车的时候呢，其实是更加安全的。因为大家知道很多的高速啊，它这个路面限速是120，但是隧道限速是80，这个跨度有40公里。其实很多人都习惯性的进入隧道之前要急踩刹车什么的，这样呢其实有一定的安全隐患。但是这条路呢，它的鲁路在外面的路面的限速是120公里，隧道的限速是100，所以说基本上是能够匀速的去降速和提速的。所以我觉得这种设计呢更加合理，也更加的安全。那么这一条新高速的贯通呢，也诞生了一座世界级的超级大桥，也就是我身后这一座大发曲大桥。这一座大桥，它在同类型桥梁中呢是排名亚洲第1的啊，非常厉害啊。那么也非常荣幸，正好呢我家就住在这里，所以说呢这一座大桥3年多的时间呢，我都记录了它的建设过程。下面呢，大家就跟我一起来欣赏这一座大桥建成的瞬间，一起来感受一下中国基建的魅力。
贵州大山一悬崖下发现神秘山洞，洞口竟然有人居住，洞内奇观更是美不胜收。走，今天阿泰带你们进洞一探究竟。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洞口，这个洞口呢是有房子的，有人居住的，在这里养羊。然后那边呢是住房。现在呢，我们一起的几个人，他们已经在里面开始搭那个竹筏，因为待会儿呢。进洞之后呢，里面有这个水流啊，需要用那个竹筏呢滑进去。人走进去的话，可能需要湿脚啊啥的啊。这个地方呢，竟然还有一道城墙一样的，我感觉以前这里面就可能有住人哦。这个城墙的这个厚度都有2-3米啊。因为在远古时代呢，这个人们没有地方住呢，大多数人呢都选择了这个斜居，是吧？就住在山洞里面。哇，这里面整个进来之后是豁然开朗的，里面有非常大的一个平坝啊，很大的一个平坝，大家可以看看。因为这里呢，我来过一次啊，没有遇到主人家。那么这一次呢，是正好他们当地的人有知道我，然后呢就叫我一起过来呢，咱们进洞去看一下。据他们讲的，这个洞里面非常漂亮哈，就从那个地方进洞，说是。不比这个织金洞的那种景观差，所以说我很好奇啊，所以来跟他们一起进洞去看一看。那么如果在夏季的时候呢，这个地方的水流其实是比较大的啊，包括这些地方呢都会被水淹没。那么现在呢正好是冬季，那我们要进去探洞呢是需要从这个下游往上游走的，所以在夏季这个洞的话是不能去探的，因为难免上游会涨水啊。所以现在冬季呢相对比较安全，那我们呢就可以来进洞去探一探哈，也这个满足大家的一些好奇心，是吧？这是我们的冯总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呗，冯总。大家好，来跟我们的阿泰老弟来我的这个考察一下这边。陨螺等于陨那个燕子洞啊，这个洞叫燕子洞啊，叫燕子洞，还有对边还有一个朝天洞，对，就是这个对面哈，这上边呢还有一个天生桥，今年这么干的天气啊，这个水都是流淌着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冯总是百里杜鹃管理景区的，大家以后要去百里杜鹃看花的话，可以找冯总啊。我这里边主要是管这个绿化，绿化，绿化，所有景区绿化都是我在负责。
这个是搭的竹筏。搭竹筏。这个洞里面有一个塘子，现在还不知道究竟还有多大。哦，这个去人就踩上面去哈。对，再去探索一下。这个地方呢就是洞口，那儿呢是水流出来的地方。我们先要从这边爬上去啊，这边爬上去之后看一看这个上面，然后待会儿再回头走那边水流的地方去。哎，哇！我主要是手拿实在背就不好弄，如果是空手色，这简直如履平地啊！把那个记得。啊，进来了。把手绑好，把扣紧。还是相当的险峻的。这下面又是一个大坑洞。这个地方在这里头部。哎呦，这地方确实比较麻烦。有第二个样子哦，专用那个。哟，一进里面就热烘烘的了。大家看这边有一个洞穴，那我们现在就是只能从这里过去了。哎呦，那就是那个大捞汤了，是不是？哎，哎呦，都是水。都是水，而且这个里面出来水过去的这个，一下都没得。这一条，这一条。你要吃那边的，能见没有过去。一会儿拿竹筏来打起了。他过得了嘛？哎呦，这个水哟，这个水青丝绿亮的哟，我天！哎，这个就不行了，这个就过不去了。用竹筏的嘛？就用竹筏。就是这里用竹筏，用竹筏进去看有好难。之前你们进去过没得？没有去过，水都没去过。你们都没进去过？这个地方本来说拿竹筏来划进去，看来这个竹筏是承受不了，去不了了，只能换另外一个地方去啊。这个就是溶洞的河流的出口，感觉就像龙宫入口了哦。这里面竟然有鱼，哇，这个鱼怎么这么漂亮？白色的。看着像娃娃鱼一样。为什么有这种鱼？朋友们知道这是什么鱼？这个鱼真的很奇特啊，白色的。整个鱼的身体都是像透明的一样，它肉的内部的那些骨翅的那个架都能看得到的，好神奇啊！抓一只能不能抓到？我看一下。哇，抓不到！哇，太神了这种鱼！哇，神奇！哇，你看这里也有一只，天呐，这什么鱼？这什么鱼？太神奇了！走走走，继续往前走。我的天！我们都说水清则无鱼，怎么可能？这水这么清，在山洞里面的水它依然有鱼。今天真的是饱眼福了，兄弟们，饱眼福了呀！看一下这个水面，这个是龙肚子里面长了一个结石吗？这么大一个石头挡在这里。哇，太神奇了！这里好多石头都感觉像化石一样，然后就走在这里的话，就相当于直接是走在这个地下暗河的河床。这个真的就是几十万年前可能上百万年前是更长时间，它那个河流的高度更高一点，然后河床慢慢的下移，是吧？就形成现在的这种河床，然后这边这些就是河里面的这种沙嘛，应该是这样的吧？摸一下，这个就像瀑布了，啊，这个它颜色跟那个里面它也不一样了。看这个上面有很多
细小的纹路啊，细小的纹路，朋友们看一下，它是这种呈细纹状的这种晶体的这种形状，非常漂亮。哇，这个还像一个莲花台呀，这个莲花台。那边这个。这个漂亮啊！有这么一个舞台的话，那不得了啊！这个如果你家的话，这个舞台的话，就要楼干过1亿了。很漂亮。这个探洞呢，有水的地方呢，也不担心氧气的问题。空气是流通的。如果没有水的溶洞呢，就要小心一点。大家看这个地方啊。它真的就像外面的河流一样的，这边就是属于这种河滩边的这种岩石啊，很神奇。对，然后我们看这个洞厅就知道，这个水流啊，其实是以前它的水位是很高啊，慢慢的沉下来，就是我们贵州的这种喀什的地貌嘛。上亿年前是不是啊？1万年前，不是贵州的整个贵州都在海底嘛？你看这些，它本来也是洞穴，然后水流不断下潜，下潜之后呢，就形成这种特别奇特的这种景观啊！哎呀，我们经常说滴水穿石，滴水穿石，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石头上全部是这样的孔洞啊，它就是上方的水滴下来滴穿的。看一下这个上方。哇，这个景观也漂亮啊，像从天上升下来的一只佛手。哇，这里面真的是太宽大了，就像我们外面的一条河流一样，只不过呢，这里是在暗洞之中啊。这个地方又穿过一个门。这个门啊，在地下。哇，它很奇特。这个。哇，这地方。这个前100年形成那个基本农田。基本农田。基本农田，对。这还有个小圈圈，这是什么宝物吗？哇，有个小圈圈。来看一下，兄弟们，这形成了一个小圈圈，好漂亮啊！给它放回原处吧，像一个戒指一样。毛茸茸的那个是沙滩吗？就像这个沙漠里面那个。哇，这个好看呀！溶洞沙漠了。看一下，朋友们看一下，太漂亮了。这里这一块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麦芽糖一样，特别像。哎呀，这个地方怎么这么精彩啊？这个地方的颜色不一样，我还以为这里面装有灯呢，我第一眼看到。哇，这个漂亮啊！它是2种颜色的，然后接到这里的。我刚进来的时候，我看到我还以为这个地方装有灯的那种感觉。哇，这一片，大家是不是感觉这种是灯光来给它造成这样的？它本色就是这样，上面是黑色的石头，下面形成这样的东西，太奇妙了啊！哇，里边是像仙女一样，到处都是。哇，这个地方美，你说不进入洞来，哪里看得到这种奇观呀？哇，这个好看，这个是真漂亮啊！这个就像一个寿星。哇，下面这个真的有点像观音菩萨。像观音。这个有点像。在这个，那些身边像那些如来佛啊，还有什么那些，小孩在往这个高处在爬。上面的一小孩。一直爬到顶上去。就像菩萨树。就像这个人不断的从小孩开始奋斗一样嘛。
就通过这根菩萨树慢慢往上爬，爬到顶端就成功了。哈哈哈。我这下是把落下了嘛？哦，好漂亮。尤其是这根柱子啊，长这一片柱子啊，好高哦！天哪，太漂亮了！这一棵柱子好形象啊，你们觉得像什么？哎呀，全是这种东一根西一根的这种柱子，哇，太漂亮了！这里面雾气也很大，然后。我前方这个东西好神奇啊，中间呢像一个碗一样的，然后里面是金黄色的，然后柱子呢它又是那种白色晶体加那种黄色的，很美啊。我这儿过不去啊，要过得去的话，我上面呢就给大家一个特写。我感觉这个石笋柱有点骂人的意思啊，他竖了一个中指出来，大家看这下面有一个手掌，然后给你竖了一个中指，这太好玩了呀！这个东一颗西一颗的柱子，那一颗柱子又是个擎天柱。咱们贵州的地形地貌真是特别奇特啊！外面的话山水如画，地下的话溶洞相连，还有暗河。洞中又有山又有河，太漂亮了。所以说，欢迎大家到我们贵州来玩哈。贵州是山好水好人好，溶洞也好，对吧？尤其是溶洞中有非常多的奇异景观，是咱们在外面是看不到的，可以说是这个非常的惊奇啊。好了，朋友们，本期视频就跟大家拍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这个地方真的是山川秀丽，景色宜人。空气清新，鸟语花香。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遵义市沙湾镇建设村的三岔河组。这个村庄啊，非常漂亮啊，我每年都要来看一看。它是集高山峡谷、河流湖泊、悬崖峭壁、奇峰异景为一体的村庄，非常的美丽。而且村中呢，还有一棵1600多年的千年古银杏树，长得是奇形怪状。现在呢，正值叶子变成金黄色的时候啊，非常的好看。跟我一起进村去看一看。现在呢，我已经到达了这个村里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村子的底部呢，其实还是比较平坦的。你看这边这些山峰啊，非常漂亮。这里有一个锥形的大的这个岩石峰，很漂亮。上边这儿还有一个很小的石柱子，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奇峰异景啊，很美的一个地方。前方那儿呢就是银杏古树啊，走吧，去看看。来到这个路边呢，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这里有一棵银杏树了。这棵银杏树可能是几百年吧，看到金黄色的颜色，现在非常好看。然后上面这一家人呢，好像也没有人居住吧。你看这儿有一棵小的，这个地方种了3棵银杏树，那棵比较大一点啊，那棵是1600年的。然后你看看像这些房子的话，也是没有人居住的。在这个下方呢，很大的一块平坝啊，所以这个地方环境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啊。大家如果说想到这个地方来玩呢，还是很好找的，因为这里就有一个寺庙嘛。这里是上方的一条大峡谷。那么这边呢也有一条峡谷，那它2条河流在这个地方汇成一条河之后呢，就从这个地方向下流过去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叫三岔河嘛，也是2水交汇的一个地方啊，很漂亮的一个村子。然后可以看到上面那些风光无限的美啊，
包括前面是吧，都是那种峡谷、高山那种岩峰，对吧？很好看。然后从这个地方呢，也是有一条峡谷延伸到里面去哈，所以这个地方是四个大峡谷，很漂亮。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棵千年古银杏树的跟前，来看一看金黄色的颜色啊，金黄色的叶子颜色，非常的漂亮。我给大家近距离来看一看咱们这棵1600年的千年古树啊，长1600年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那个时候说实话我都还没有出生是吧？可以看到这个树的下方是非常的粗大的。那么特别奇特的是，这个树的这个枝丫位置啊，长了密密麻麻的这种像锥形状的这种倒流体，这个呢叫做银杏天笋。而且我们注意看的话，它每一个枝丫的下面的话都长有这种天笋啊，而这个呢是非常珍贵的东西啊。据这个网上的资料显示啊，就是能长出这种银杏天笋的概率是10万分之一，所以说很难的。那么它为什么要长这样的银杏天笋呢？是怎么长出来的呢？这个呢就要从这棵树的树龄说起了。它已经有1600多年了，对吧？那么在若干年前呢，这些地方呢其实是没有人居住的啊，整个地壳呢也有一定的运动，那么长期经受这种电闪啊、雷击啊、山体滑坡呀、泥石流啊等等，那么不断的对这棵树呢进行这种大自然的摧残拍打，对吧？所以说把这棵树呢，把它拍打的这个千疮百孔的，才形成了这样的银杏天笋。所以说这也是体现了咱们这棵古树的生命力的顽强，对不对？经历了那么多的这个自然灾害啊，直到今天它依然屹立在这里，给我们呈现这么壮美的这个景色奇观，对吧？非常令人敬佩。我敢说呀，我看了很多的古树，但是像这棵树这么漂亮的话，我真的是第一次。你看看这一个枝丫延伸过去，那些地方啊，就是一颗一颗的这种天笋掉下来，你看到没有？那个枝丫那里也是一排一排的这种天笋，包括下面的一些枝丫，还有就是上面呢，包括树顶端的那些地方的话，我们无法拍到，都有这种掉下来的这种天笋，真的是非常好看呀！来，大家看看，就像一件天然的这种艺术品啊，让我们看到真是不得不感叹我们大自然的这种鬼斧神工的这种感觉啊！整个树干从这里上去，我们可以看到好多地方是不是都吊着天笋，尤其是最顶端吊的也是很大的天笋，哇，真的是太漂亮了。这个地方呢，真的是大山深处的一个原生态的村庄，这也就是我经常喜欢到这里来玩的原因。你看，古树啊、古木房啊映衬在一起啊，真的是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啊！而且住在这个地方呢，也是山清水秀，是吧？空气清新，非常的美啊！站到这里来，是吧？是不是显得我很小？那这样抱过去也抱不着，得3、4个人吧，4个人5个人才能抱得住吧？这么大的一棵树，朋友们，这棵树现在是特别好看的时候啊，应该下周这些地上就有铺满了这个金黄色的叶子，赶紧来拍照打卡，时间1年只有1次啊！反正啊，这个村庄的环境我是非常喜欢，基本上每年都会来。如果你们喜欢的话，也可以经常来这样的山清水秀的地方玩一玩。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在贵州毕节到大方的这个省道上啊，看到这里一个大峡谷，非常的漂亮，所以说想下来航拍一下。哇，你们不知道我刚才从这座桥上走过来，走的我是胆战心惊啊！这个桥上是不能停车的哈，我刚刚是把车开到前方很远的时候走路过来，正好路过桥的中间的时候啊，有几个大货车从中间过。你不知道这个桥的感觉就像那个水波纹一样，这样的波动。
我本来是不恐高的人，我在这个中间我都感觉头特别的晕，所以说恐高的人在这个桥上你肯定是不敢走的，它那种失重的感觉是非常明显的。如果说没有这个桥的话，两边的人基本上是没有办法通行啊。下面就是很深的这个江水，对吧？这个整个两边呢都是这种很高的这种悬崖峭壁啊，这个崖壁的高度呢大概有100多米，而且都是这种垂直的高度。我现在手机是不动的情况下，你们来看一下这个感觉哈，我的个天呐，我站在这儿真的是压迫感非常的强，因为整个这个桥底呀，它就犹如泰山压顶的那种感觉从我头上盖下来，特别的恐怖啊，这种心理的这种压迫感。你要开车在桥上的话啥感觉都没有，但是你要走在这个上面呢，真的是让人恐惧啊！哇，这个大车过吓人。你看这个位置，看这个位置的抖动，这个振幅。就小车的话会好一点，大车过去的时候，车过了之后，这个桥的振幅才过来。所以咱们这个桥的两边它有限速40的标志，就你不能太快啊。如果说车都开到70、80码的话，它这个振幅会来回的不断的去起这个振幅。如果说人走在上面的话，真的是挺吓人的啊。我跟你们讲，步行走在这个桥上真的是很震撼的那种感觉，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不过恐高的就不建议大家走桥了，因为它边上的这个栏杆是比较矮的。朋友们，现在我在遵义市凤冈县龙泉镇的六里村，看看我身后这棵神奇的千年马铃桩。走到这里之后，你真的是要被震撼到。整个树的树根是盘旋在这个悬崖峭壁的这个巨石上，这个造型真的是非常的奇特。那么它的这个树前边呢是一个神庙啊，特别奇特的是这棵树的这个整个周围啊，它都是这样的这种灌木啊，只有这一棵树是马铃桩，绝世屹立啊，真的是太神奇了。也不知道这棵树的种子是从何而来，对吗？是天生的吗？你看它的这个根系呢是缠绕在这个岩石上而生，那么扭扭曲曲的盘旋，奇形怪状。那么也从这棵树上我们看得出来这个生命的一个奇迹啊。当地村民呢还为这个马铃桩树弄了一首打油诗啊，说的是神树马铃桩，身上亮堂堂，远看硬疙瘩，近摸滑光光，是不是特别的形象？马铃桩的这个树根啊，它基本上接近于我们的这个人的皮肤的颜色，所以你走到这儿来，你看到这棵树，说实话，你真的是浑身都起这个鸡皮疙瘩，就是感叹我们这个大自然的造物真的是鬼斧神工。如果你善于观察，你在这棵马铃桩树的这个树根上，你能够看到非常多的一些形态哈。你想说它是什么样的形态呢？它就有可能是什么样的形态。这棵马铃桩树的侧后方呢，还有一个涵洞啊，下边有暗河，深不见底。至今为止呢，还没有人下去探秘过，非常的神秘。马铃桩洞、马铃桩树、马铃桩庙。马铃桩庙呢，还有一副对联：洞外诸神依石坐，山前古树借云栽，古木古树生古石，灵山灵洞有神灵。所以见得当地老百姓对这棵千年马铃桩树的一个崇拜，更增添了这棵古树的几分神圣。马铃桩树的奇特，马铃桩庙的奥秘，马铃桩洞的神奇，成为了六里村的一大特色，更是吸引了无数人前来参观。如果说马铃桩树是生长在肥沃的土地里面呢，我们就看不到眼前的这种景象了。正因为它生长在石头上，绝处逢生，才给我们呈现了这么壮美的一个奇观。